我就揀咗 Air Canada 同貓貓一齊坐客艙，我就係需要一張有效嘅狂犬症證書就 OK 㗎啦。原來貓貓打咗有阻劑嘅疫苗係有機會生纖維肉瘤，大概早6個鐘頭斷食，然後早3個鐘頭去斷水啦。早晚啦，我係賴皮皮。我最近就去咗加拿大，所以就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搜集咗嘅資訊啦、遇到嘅難題，同埋最重要就係我喺過程入邊嘅心得同埋貼士。無論你係考慮緊移民啦，定係已經過咗嚟想更好咁樣適應新生活，甚至乎只係嚟食下花生嘅，我相信呢個 channel 都會啱你睇㗎。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帶貓貓移民去加拿大嘅全個過程，總共有5個步驟，其實好簡單嘅，完全唔需要課金俾啲寵物移民公司，只要跟住我講嘅步驟啦，同埋注意事項，包你旅途順順利利啊！好，首先俾大家睇下我隻貓貓米粉先，哇，佢真係好 Q 啊 ！Hello， 第一步就要帶貓貓去獸醫嗰度打針。咁帶寵物過嚟加拿大，首先我哋梗係要睇下加拿大嘅官方規定啦。進口寵物係加拿大食品檢驗局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去監管嘅。我哋可以睇下佢官網上面嘅規定，條 link 咧我都會放翻落下面嘅資訊欄俾大家參考。首先咧，你就要揀翻你寵物嘅資訊啦。我就帶住一隻家貓3個月以上大嘅，然後就係香港飛過去，即係其他國家。咁我哋其實可以見到，就係需要一張有效嘅狂犬症證書就 OK 㗎啦，即係瘋狗針。除咗瘋狗針之外，我哋仲需要帶貓貓去打一啲日常嘅疫苗同埋驅蟲嘅。呢一個步驟嘅時候，你要準備好一張疫苗卡，記錄好所有貓貓嘅疫苗資訊。另外，貓貓就係打埋頭先所講嘅狂犬症疫苗啦。不過其實好多人都未必知道疫苗係有分2種嘅，有阻劑同埋冇阻劑。咁阻劑係咩呢？阻劑係指一啲化學物質，即係鋁鹽等等，用嚟增強呢個疫苗嘅免疫效果。但其實阻劑係有可能影響到貓貓往後嘅健康㗎。因為我帶米粉去睇獸醫嘅時候，醫生仲特登提醒我要揀啲冇阻劑嘅疫苗。我翻屋企 research 先知道，原來有研究報告提出話，貓貓打咗有阻劑嘅疫苗係有機會生纖維肉瘤，而每1萬隻貓貓打完之後就會有1至10隻生肉瘤。咁比起冇打有阻劑嘅貓貓係多好多倍下。咁肉瘤係可以變成癌症，咁萬一真係要做手術，風險大之餘又未必醫得好喎。但既然米粉嘅獸醫提到，我又有得揀，咁梗係打啲冇阻劑嘅去避開呢個風險啦。當然呢啲研究係有一定嘅局限性，打咗冇阻劑都唔代表唔會生肉瘤嘅。咁大家要記得自己判斷一下，同埋聽翻你獸醫嘅建議。不過目前淨係得少量嘅診所係有提供無阻劑疫苗嘅注射，因為漁護署咧淨係會向診所提供一啲包含阻劑嘅狂犬症疫苗。咁我網上揾咗一輪之後，就有呢一個 list 嘅診所係有提供無阻劑嘅選擇，價錢就由300到2000蚊不等。所以如果你有其他提供無阻劑選擇嘅診所，都歡迎喺下面留言幫助其他貓奴啊。我咧就最後揀咗一間離屋企最近嘅診所去打無阻劑疫苗。特登打喺貓貓尾巴嘅位置 ，touch wood， 真係要切尾都仲生存到。不過真係好痛㗎，平時米粉打咗疫苗都冇反應，但係今次真係嗌晒救命。咁喺打疫苗之前，一定要同獸醫確定清楚，因為我就發生咗一個小意外。我問第一間診所有冇得打無阻劑疫苗，但係佢應該係聽錯咗我講，就答我有喎。去到獸醫拎好咗支疫苗準備打啦，我直覺同我講話，要 confirm 多一次先得，先知道原來唔係。差啲出事，真係嚇我一跳啊！所以大家記得要確認清楚。疫苗嘅有效期係1年，不過咧就唔需要做咩抗體測試嗰啲。貓貓打完疫苗之後，診所就會俾一張英文嘅證明書，上面咧就記得要有獸醫嘅簽名啦，同埋診所嘅印章，唔係貓貓就會俾人拒絕入境㗎啦。另外，我都建議你幫貓貓打埋晶片，我就揀咗 ISO 晶片。香港主要係用 AVID 晶片，而外國多數都用 ISO 晶片嘅。雖然加拿大並冇要求貓貓要有晶片啦，但係我建議都係要打埋。萬一你真係有一日要將隻貓貓放養，或者隻貓貓唔小心走咗出去 house 出邊，咁晶片都可以提供多一份保障。咁打完晶片之後就可以登記到加拿大嘅寵物資料庫，例如24 Pet Watch， 佢哋都有提供免費嘅基本服務㗎。例如咩服務啊？例如有人執到隻貓，咁佢 check 完個晶片之後，咁就可以喺資料庫嗰度揾翻你登記咗嘅資料，咁就可以聯絡到失主啦。哦。
喺打針嘅過程入邊，你都可以問獸醫貓貓係咪適合搭飛機啦。雖然好多移民中介都話需要健康證明同埋漁護署嘅加簽，但其實係唔需要㗎。根據網上好多經驗同埋我自身嘅經歷咧，加拿大入境嘅時候其實係唔會睇健康證明。不過我都係建議你最好就有一份健康證明啦。咁係主要為咗搭飛機之前航空公司去檢查嘅。咁你淨係需要有獸醫嘅簽名就可以㗎啦。咁健康證明就要求基本嘅身體檢查啦，最好就要喺飛之前7日內進行。健康證明上面都一定要有獸醫嘅簽名同埋診所嘅印章，同埋要描述到貓貓基本嘅資料同埋佢嘅特徵，證明貓貓係健康而且適宜搭飛機嘅。至於健康證明嘅費用咧，就會根據診所有唔同而收費唔同啦。咁我個人嘅經歷咧就係身體檢查200蚊，出證書又再收多我300蚊。如果你真係都想要埋漁護署嘅加簽服務咧，就要去到佢哋嘅辦公室填嗰個表格，然之後就交155蚊嘅費用，之後就可以喺1個工作天之後拎翻啦。如果你飛之前係星期一或者係公眾假期之後嘅，咁就要記得安排好時間，費事出發都未拎得翻個證書啦。咁呢度都講一講啦，加簽並唔需要主人親自去做嘅，亦都唔需要帶住寵物去㗎。咁咧就完成咗第一步啦。第二步就係買機票。咁買機票同埋安排寵物嘅旅行方式，我哋其實都有好多選擇，包括俾寵物坐客艙、行李艙，甚至乎搭私人飛機。咁私人飛機要成10幾萬啦，咁就唔關我事啦。咁大型嘅寵物，例如話大型嘅犬類啦，咁就只可以揀搭行李艙。咁對於大多數嘅貓嚟講咧，其實基本上都可以同主人一齊坐客艙㗎。特別係短頭顱、短臂嘅品種，例如英國短毛貓，咁其實佢哋係完全唔坐得行李艙，會出現呼吸困難啦，咁就只可以坐客艙啫。喺間航班嘅時候，我都建議可以直飛加拿大嘅航班啦。目前喺香港直飛加拿大嘅航班就只係得 Air Canada 係可以俾寵物坐到客艙嘅。咁如果冇得直飛嘅話，都可以揀喺加拿大境內轉機。因為喺唔同嘅國家同埋城市，寵物嘅入境同埋轉機嘅要求都可能唔同，咁咪又多咗一樣嘢煩啦。真係要轉機嘅話，咁揀韓國都 OK 嘅。以我所知咧，日本就會好鬼麻煩，又要轉籠，又要同佢哋嘅農水產部門去申請。咁我就揀咗 Air Canada 同貓貓一齊坐客艙，先飛溫哥華，然後再轉內陸機去多倫多。咁首先就要買咗自己張機票先啦，然後就喺買完嘅24小時之內打電話俾加航嘅訂位中心去 book 寵物座位。如果有嘅話，就要喺電話度碌卡俾多100蚊加紙。如果冇就可以免費改機票，淨係需要俾翻機票嘅差價，所以可以事先睇定幾班機。通常每架飛機最多只可以載幾隻寵物啫，所以要早啲 book 定啊。萬一之後唔可以帶寵物飛，其實都可以退翻嗰筆寵物機票錢嘅。咁寵物會當係隨身行李嘅一部分啦，所以每個乘客最多只可以帶1隻寵物。如果你有好幾隻寵物，就可以 join 啲 Facebook TG group 啊，去問下有冇其他都係飛加拿大嘅人可以幫手帶你隻寵物。咁每個乘客除咗機票所包括嘅一個大篋之外，就冇得再帶多一隻細篋啦。咁我喺飛嘅時候就揀咗俾多100蚊加紙，大概係600蚊港紙左右啦，咁就可以帶多隻大篋，帶成23 kg 左右嘅嘢。咁相比起用香港郵政寄同等重量嘅嘢去加拿大，可以慳翻成2000蚊港紙嘅運費，而且仲唔需要等成個月。訂位中心嘅客服會問你寵物嘅重量啦、種類同埋確認寵物籠或者袋嘅大細係符合規定嘅。至於寵物嘅 size 咧，其實航空公司就冇限制坐客艙嘅寵物嘅體型嘅，只要去到機場，航空公司嘅櫃台認為寵物喺籠入邊嘅空間係足夠嘅話，其實就可以帶上客機㗎啦。即係話貓貓只要可以正常趴喺個籠嗰度，或者個寵物袋入邊就 OK 嘅。至於揀位方面咧，帶住寵物就只可以揀坐喺窗邊或者前面有凳嘅位置啦，因為到時候前面嘅凳底就會用嚟擺你嘅寵物籠，所以主人隻腳就冇咩位嘅，要屈就一下啦。買完機票之後就係第3步，買貓貓嘅必需品啦。首先咧就要揀一款啱 size 嘅籠或者貓袋，因為客艙就會受限於凳底嘅大細同埋形狀，所以我就會比較推薦用軟袋，因為佢可以為貓貓提供最大嘅空間。一般而言咧，飛往加拿大國際嘅航班通常都會係波音777-300ER 嗰架機，咁凳底嘅空間就比較細，所以貓袋咧就必須要買最細嘅 size。
另外都建議可以買啲擴展型㗎啦，因為側面可以打開將個袋再放大啲，始終係長時間嘅飛行，所以希望貓貓都可以搭得比較舒服。因為行咗好多間鋪頭都冇揾到啱要求嘅貓袋，所以我最嬲尾係喺網上買咗 PetFit S size 嘅貓袋。咁喺 Amazon 或者淘寶都有得買嘅，咁條 link 我都會擺埋落資訊欄嗰度。雖然 S 碼都係比家韓網頁入邊嘅 size 高，但係軟袋其實高咗1-2 cm 係冇問題嘅，只要撳扁佢可以塞到入撳底就 OK 㗎啦。飛之前幾個月就可以買定貓袋俾貓貓習慣一下啦，放喺度俾佢平時自己捐入去。等貓貓捐咗入去之後，就可以拉埋拉鏈開始訓練佢啦。先運半個鐘，然之後1個鐘，甚至乎6個鐘。咁過程入邊都可以買啲貓薄荷啊，或者零食啊，等佢比較樂意同埋放鬆。咁到時搭10幾個鐘頭飛機嘅時候就冇咁驚㗎啦。咁除咗貓袋之外，都要買定一啲尿墊，因為航空公司其實會 check 呢樣嘢嘅。可能我哋會覺得喺貓袋入邊放啲細細隻嘅貓砂盤啊都 OK 嘅，但係實際上呢，貓袋本身已經冇乜位啦，然後去到機場搭飛機落機嘅過程都幾顛簸下，帶住貓砂反而會增加呢個倒瀉可難處理嘅機會。咁以米粉為例，其實基本上跟住獸醫嘅指示斷食斷水，咁佢全程喺機上面都冇大小二便嘅。因為貓貓去到陌生嘅環境呢，其實都幾忍得下，唔會想留低佢哋氣味，所以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另外呢，你仲要準備好貓帶啦。雖然喺機場入邊唔可以俾貓貓出嚟，但係有時候你都需要去餵佢食嘢或者飲水、換尿片或者清潔便便，或者你仲會想伸隻手入去安撫下佢啦。呢個時候貓貓都突然會有機會衝咗出嚟，捉唔返佢，甚至乎走失咗，所以都要準備好貓帶，將佢同貓袋綁埋一齊。咁食物方面咧，加拿大就係允許美國製造嘅寵物食物入境嘅，仲要係密封包裝啦，而且有明確嘅英文標籤。入境嘅時候仲要申報嘅，唔好問我點解，我淨係見到佢個網頁上面寫住只可以美國製造，佢冇寫係加拿大製造都 OK 啊。假如違規又俾佢發現咗嘅話，咁就除咗要掉咗啲食物，佢仲要打開晒你所有行李逐個檢查。咁搞轉機嘅話，一定就趕唔切㗎啦，就算係直航都有排搞。如果真係冇咁嘅貓糧嘅話，其實都可以準備貓貓平時食開嘅嘢食，喺落機進入加拿大之前，喺機上面就掉咗啲貓食物佢啦。我當時都係咁做，不過其實貓貓去到陌生嘅環境都唔太食嘢嘅。除此之外，我都建議買定將會喺加拿大買俾貓貓食嘅貓糧先。咁喺香港嘅時候就開始逐步去轉啲貓糧啦。因為貓貓到加拿大嘅時候，除咗要面對陌生嘅環境，仲要面對陌生嘅食物，咁個壓力好大。到時真係唔食嘢咁就大劑啦。你仲可以考慮買定費洛蒙嘅，用嚟幫助貓貓放鬆，減低出現應激嘅機會。咁我當時都有用到嘅，不過實際上有幾大幫助我帶唔太清楚啦。因為米粉全程都喺個袋入邊好驚，咁我唔知佢係咪已經驚到呆咗啊，定係支費洛蒙真係好好使啦。除咗上機之後可以喺客艙度噴一下，到咗加拿大嘅住址之後都可以四周圍噴下嘅。如果你隻貓真係好驚好細膽嘅話，都可以叫獸醫開定啲藥俾你。不過大部分貓貓其實都唔需要到咁。另外就可以買定一啲摺疊式嘅貓砂盤啦，或者喺到埗頭幾日就用垃圾袋包住啲大紙皮張就住先都 OK。同埋就可以帶定少少用過嘅貓砂嚟加拿大，俾佢喺新環境入邊揾到自己氣味，有安全感多啲。第4步啦，帶貓貓上機。咁喺旅途之前嘅一日，我都會盡量俾貓貓去食飽啲，同埋飲多啲水，保證佢嘅身體狀況。咁到臨飛嗰陣時候，咁就可以跟翻獸醫嘅建議，大概早6個鐘頭斷食，然後早3個鐘頭去斷水啦。時間安排上就要記得早啲去到機場，始終帶住1-2個大篋同埋一隻貓，都會預翻多啲少少時間比較好，費事到時有咩意外需要額外嘅時間去處理。咁由於帶住寵物用唔到 online 或者自助機去 check in，咁我當時就早咗3個鐘頭去到機場。咁喺機場嘅櫃台，職員都會檢查貓同埋貓袋嘅重量，睇下貓貓趴唔趴到喺個籠入邊啦，有冇鋪到尿墊啊，同埋你啲文件係咪齊全，包括針卡同埋狂犬病疫苗證書。至於健康證明呢，交行嗰陣時就冇 check 過我嘅。另外，空姐仲會同你講話，因為你有帶寵物上機，咁轉機嘅時候就要拎翻自己嘅行李。但係我嗰時到溫哥華機場嘅時候，我喺個行李袋上面係完全揾唔到自己嘅行李，直到我睇篋入邊嘅 AirTag 去咗邊度，我先知道原來行李一直都喺機場嘅港口嗰度，唔需要拎咯。咁我真係俾佢又玩多咗半個幾鐘。
同埋加航有出名寄失行李，所以有一個 AirTag 真係好重要。咁去到做安檢啦，因為貓貓其實都係生物，所以都可以放心，佢係唔需要擺入 X 光機入邊去照嘅。咁寵物就可以同主人一齊行就得㗎啦。最後一步啦，就係入境。咁我喺溫哥華機場落機嘅時候，咁就要帶住寵物去樓下嘅大堂嗰度入境啦。咁用自助機申報完同埋見埋海關職員之後，就可以去到行李帶嗰度。不過就唔好掛住拎行李住先，因為首先要去到 Immigration Office 嗰度拎咗你張 Work Permit 或者 Study Permit 先。咁有聽講話個 office 唔可以帶寵物入去啦，要放喺出邊張凳或者揾人喺出邊睇住你隻寵物。不過嗰陣時喺溫哥華機場嘅時候，職員就俾我帶埋隻貓貓入去嘅，所以我就冇呢個煩惱啦。下一步就係要帶隻貓貓去做入境檢查，即係 Agricultural Inspection 嘅 office。咁我入境嘅時候就俾嗰度嘅職員點嚟點去，左揾右揾都揾唔到呢個 office 喎。最後終於有個可靠啲嘅職員話我只可以直接離開行李帶大堂，出去嘅時候先做檢查。即係一嚟到加拿大就可以感受到外國人做事嘅態度。咁去到出口啦，就要記得同個職員講話你帶住一隻貓，咁佢哋就會指示你去見 CBSA 嘅人。咁 CBSA 職員咧就會喺個櫃台仔嗰度檢查貓貓表面上面嘅健康狀態同埋針卡針字，然後跟住佢哋指示去交埋30零蚊加紙嘅動物入境稅就可以轉機或者翻屋企㗎啦。不過要注意翻喎，佢哋係唔收取現金嘅，所以要記得帶信用卡啊。到達 Airbnb 之後，冇糧又冇貓砂，所以要喺香港嗰度做定功課，查好附近嘅超市同埋寵物店。基本上超市都可以買到貓砂同埋貓糧嘅。咁我到嘅時候已經係半夜，好彩就揾到一間24小時營業嘅 Shoppers， 即係類似香港嘅萬寧咁樣啦。咁就買到貓糧同埋貓砂，但係牌子就未必有想要嘅。所以如果有朋友仔或者親戚已經喺加拿大嘅話，就可以去網上買定去佢哋嗰度先。呢邊嘅連鎖寵物店咧就有 Rance Pets、PetSmart 等等啦，都可以網上買定。當貓貓去到 Airbnb 嘅時候，其實都幾驚慌下，會四周圍揾窿捐，同埋頭2-3日都可能唔願意食嘢，咁就要密切觀察佢嘅健康狀況，有冇飲食過、嘔吐或者其他不適嘅狀態。如果你真係好擔心嘅話，可以嘗試強制餵佢食少少嘢。咁以上就係我今年3月帶貓貓飛嚟加拿大嘅過程啦。希望我嘅經歷都可以俾到你少少參考，等你容易啲去計劃行程。不過之後其實任何嘢都有可能有轉變嘅，所以記得喺出發之前自己去查一查最新嘅資料同埋規定啊。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新到埗加拿大嘅資訊，或者我喺呢邊住咗大半年嘅心路歷程或者發現，可以 follow 我 channel 入邊嘅加拿大新手播放清單。唔知你覺得寵物移民邊一 part 係最意想不到嘅呢？不如都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啊！咁喺機場嘅櫃台，職員都會檢查狂犬病證書，包括針卡。你睇下，你睇唔睇得出有咩奇怪嘅地方？放大咗咯。你見唔見啊？呢度佢自動過濾咗，開咗濾鏡咯。點解嘅？即係你錄嗰陣先開咗濾鏡㗎？係啊，佢係咁幫我美顏咯，跟住成個畫面扭曲晒。咁點算啊？去拍多次啦。好啊，由佢啦〜